你有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些人能够在生活的棋盘上熟能生巧，而有的人却始终处于被动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社交媒体上一夜成名，或者在商业领域里迅速崭露头角，而大部分人却只能在原地踏步？这究竟是天生的天赋，还是后天的努力？或者说，隐藏在背后的是不是有一套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法则？我们都知道，在任何一个游戏中，控制局面总是至关重要的，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却寥寥无几。那么什么是控局？又该如何做到控局呢？控局的关键在哪里？是技术？是策略？或者说是借助人性来进行的控制？这些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过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找到确切的答案。我们在这里将一步步解开这个谜团，让你看清控局的真相，掌握控局的秘诀，成为顶级上位者。这需要你的聪明才智，需要你的决心和毅力，更需要你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学习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，可能会让你重新定义成功，可能会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退缩，只有勇往直前，你才能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。那么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打破旧有的框架，迎接新的挑战，成为顶级上位者吗？如果你准备好了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控局世界，一起解开这个谜团，一起迈向成功的巅峰。如果你辛辛苦苦的工作只能赚到一点钱，那你肯定在做事。那些轻松愉快玩耍就能赚大钱的人，肯定是在做局。想当年，清朝的农民每年的开销大概是36两白银，清朝的统治者就把农民的收入控制在33两左右，这样农民就得辛辛苦苦工作一年，还得借2-3两银子才能生活下去。不想借钱的话，那就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工作。现在看来，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？每个行业能赚多少钱，其实都有人在后面精心计算，你怎么折腾也跳不出这个大局。比如你上班不加班不会饿死，但是即使你拼命加班也不可能变富。所以想要赚大钱，你只能去做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个局怎么做？说起来复杂也复杂，简单也简单，无非就是以下这5个步骤。第一步，精心谋局，成功谋划一个好的局面。首先需要谋局者在事前进行全面且深入的规划，预测并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及其对应的解决办法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努力确保一切都能在掌控之中，从而确保最后的胜利。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明确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，不希望出现什么情况。谋局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2个方面：一、全面的局势分析。谋局能否成功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行动之前对局势的全面分析。制定策略并非仅仅依赖于一个人的力量，你必须了解如何借助各种势力，例如人力、地理位置、时机、事件和声望。只有正确地利用这些势力，你的布局才会更顺利，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。你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，规避自身的劣势，做到权衡之道。2、有效的资源整合。谋局的过程就是将自己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，并且这个闭环中的情况必须按照预想的方式发展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特斯拉想要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布局，它就必须整合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优势，这包括获得国家的补贴，顺应当地的政策，获得上下游产业链的支持，以及利用自己的核心技术等。只有将这些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，特斯拉才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超级工厂，实现在中国的长远战略布局。然而，这些都只是在布局之前的理论构思和计划阶段，实际的执行还需要落地实施。第2步，详尽的布局策略。布局的含义是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，整合你所缺乏的资源，通过创造利益和价值，赢得他人的合作和支持。
布局的过程必须有清晰的路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，这就涉及到了接下来应该怎么执行这个计划，如何将它实现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支持这个计划，如何让局势的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被你的计划所吸引，并且愿意按照你的设想来行动。如果你想让前期的策划得以实现，你就必须注意以下5个关键点。一、不行。不行的意思是，你需要搭建一个大的框架，例如各种资源的准备和到位，各种角色的准备和就位，随时准备开始执行计划。在布局中，首先要重视形态，然后才是局势。如果形态设计错误，那么局势也会出现问题。二、不是。势力是推动局势发展的关键动力，有了势力的驱动，一切才能按照你预设的路线前进。如果势力出现问题，就可能导致局势混乱，甚至出现错误，使局势脱离你的控制。三、布线。所谓线，是指细节的处理。虽然在布局中掌控大局是最关键的，但往往也不能忽视细节的处理。细节的影响往往能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。如果是良性的影响，那还好，但如果是恶性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局势全面崩溃。四、不点。所谓点，就是局势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，这些节点都是转折点，必须加强对这些关键节点的掌控，因为节点决定了线条，如果节点出错，线条也会随之出错，整体的形态也会受到影响，从而失去控制权。五、不是。局势是由一件件的事情所组成的，而这些事情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的，所有的事件都按照一定的顺序发生，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。第三步，做局。所谓做局，就是在全过程中实施谋局，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执行每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像是一个导演，操纵着每一个环节，以确保最后的结果与你的计划相符。在做局时，有2点非常重要且必须注意。一、格局要大。在做局的过程中，切记不能过于小家子气和斤斤计较。如果你过于在乎细节，那么你就永远无法成功地做好一个局。你必须要有大局的眼光，能够接纳并包容那些微小的瑕疵。因为事实是，很多局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进行，总会有一些出入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能够拥有大格局的思维，那么这些小瑕疵就不会对你的局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只要最后的结果达到了你的目标，那么中途的一些过错或失误就无伤大雅。二、变通要快。当你在做局时，要尽量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路径和步骤来行动。但是，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那么在保证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，你需要根据当前的局势大胆的取舍，适时的变通。你不一定非得因循守旧，按部就班。做局时一定要有足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保证你的局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。第四步，控局。在任何一个游戏中，控制局面总是至关重要的。控制好局中出现的不确定性，能够决定你的胜负。当局面僵持不下时，如何出奇制胜，打破局中的不利因素，将局面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，这就是控局的关键。在系统搭建好之后，除了技术和策略外，还需要借助人性来进行控制。例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突然爆火的网络红人。比如说，之前在抖音平台上的健身达人刘某，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得到了极高的关注度，甚至连同样是健身达人的小杨哥也不得不给他让路。这就是控局的力量，在他背后有资本的支持，有策略的布局，有一整套的流量操控手段。在网络红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今天，如果没有资本的控局，凭什么就他能火？在众多的健身达人中，他并无特殊之处，一夜之间的爆火并非偶然，而是资本运作的结果。这和小杨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路线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控局的实际效果。再举个例子，在商业领域，控局的重要性也同样不言而喻。商业控局主要就是要把控2个方面，一是营销成本，二是风险。许多企业的成败都是取决于营销。
当下的手机品牌 vivo 和 OPPO 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这两个品牌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，就是因为当初的广告打得好。然而，广告成本太高，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局，最终只能走向失败。转型未能成功，手机本身并无特色，导致一旦广告打法一断，市场份额立马缩水。这就是高层没有把控好局势，给品牌带来的恶劣后果。所以说，控局实际上就是控制风险和成本。每个局都有风险，而成功的控局者就是那些能够有效规避风险，或者将风险降到最低的人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在做局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将一切都算计好了，投入多少，能得到多少，虽然会有出入，但大差不差。做局并不会因为风险越大，你的收益就越大，更多的是你的风险决定了局的成功与否，而是结果的大小。此外，控制成本也是控局的一大重点。如果你做局的成本不断增高，甚至已经远超你所设定的预期结果，那么这个局就已经失败了。继续下去，不仅成本会越来越大，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。因此，如何控制成本是一个做局者必须思考的问题。只有将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才能让局面往有利的方向发展，从而取得更大的收益。第5步，收局。在人生的很多场合，我们常常会发现，开始时容易，结束时难。你只需要回顾一下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即使是再厉害的人，他们的辉煌岁月也只是短短的10几年。尤其是在现今社会，节奏变得更快，早上可能在河东，下午就转战河西。就像潮水一样，有涨潮也有落潮，我们能从中得到好处，赚到大钱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适时的收手，那么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不仅需要吐出来，甚至还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。所以，想要赚取大量财富，就必须学会自我把握，自己做局。想要做好这个局，就需要洞悉人性，整合并利用资源，以及用人性去控制局面。最后的关键就是，当看到有利的时机，就应该及时收手，不要过于贪婪。好处是大家轮流享受的。如果你一个人总是站着不放，那么就会有人出来对你进行打击。比如当年的直播一姐薇娅，在她的巅峰时期，就因为她的风头太盛，严重压缩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，结果被人一巴掌拍下来。所以在做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事不可做尽，福不可享尽，话不可说尽，势不可用尽，否则你的好日子肯定不会长久。反观小杨哥的做局就显得非常聪明，他知道自己树大招风，所以开始逐渐减少直播时间，注重培养团队，并且自己慢慢退居幕后。他们所布的这个商业大局，目光长远，格局宏大。在这个世界中混，如果没有一点做局的策略和手段，那你这一生可能就只能依靠做事来谋生，很难脱离底层的生活。下层做事，中层做人，上层做局，理解这3条底层逻辑，可以打破困局，实现跨阶层的进步。最狠的做局手段是什么？就是我明知道你在做局，但你却无能为力，无法打破局。历史上的阳谋做局手段，一则比一则更无解。案例1，孙膑围魏救赵，这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谋略，实际上它包含了人性的终极博弈。孙膑率领军队进攻大梁，如果庞涓不来救援，齐军就可以真的攻打大梁，直接破城。那么庞涓就会变成一支没有任何旗帜的军队，也不会再有后勤的支援。无论庞涓是救还是不救，他都注定已经失败。如果他选择撤军营救都城，会被齐军所埋伏；如果他不救，大王肯定会找他的麻烦。所以对于庞涓来说，这是一个必输的死局，只是看他如何取舍。这个计策最狠的地方在于，孙膑只给庞涓留下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战役的失败，一个是人生的失败。无论他怎么选，他都注定会失败。案例2，推恩令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无可争议的高级策略。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，改变了一直以来的长子继承制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是嫡长子、次子还是庶子，都有资格继承王位。
这种方式一代代的分封下去，诸侯王的势力和领地就会越来越小，更容易控制。即使有人有背叛的心，也可以逐个击破。另外，这也引发了诸侯王内部的争斗，打破了平衡。这个策略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如果诸侯王执行，他们就会分裂；如果不执行，他们内部就会产生分歧和矛盾。即使明知是个陷阱，他们也不得不跳进去，这就是高级策略的机制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，纷争的地方就有策略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历史上的各种策略仍在不断上演。因此，想要赚大钱、做大事、成大器，必须懂得策略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分享下层、中层和上层3个不同层次的人在做事上的不同。1. 下层人员做事遵循人道，重视技术。在社会中，一个人要生存，必须靠自身的价值去交换。价值和资源越好，生存环境就越好。就像社交圈子，如果你的价值低于该圈子的门槛，你就无法进入，更别说与圈子里的人事物交际。即使强行进入，早晚也会被排斥。下层人员为何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，在人道的范畴内寻求发展？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：一、环境限制，下层人从小生长的环境就不好，资源匮乏，所以他们也很难有所积累。这个层次的人，后天即便碰上了机遇，也很难抓住。他们很难有开眼界的机会，见不到世面，看不到圈层以外的东西，自然就很难实现阶层跨越。2、驱使价值更上层的人需要下层的人充当劳动力去做事，因为他们天生缺乏资源，见识有限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手中的技术。所以，当面对要给可以让自己生存，或者可以给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机会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。所以，下层人遵循的是生存法则，是最基本的交换法则。如果不改变现状，注定很难提升，很难实现阶层跨越。2、中层人做事遵循的是世道，讲究的是规则。中层的人，他们往往有一定的阅历，能看清一些社会的规则，善于钻研，知道投机，部分甚至还懂得如何利用规则。虽然如此，但他们依旧只不过是规则下的玩偶，被人驱使和控制的棋子。自以为精通规则，自以为智慧卓绝，自以为发现了规则的漏洞，实际上不过只是他们的错觉。因为他们所发现的这些空隙、漏洞、机会是上层人给他们故意留下的，为的便是让他们入套。举个例子，股票市场中那些追涨的人，有一部分赚了一点小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大概判断出了股票未来一个走势，所以才能获利。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，还有绝大部分人被套牢了，甚至血本无归。只要时间长了，操作的次数多了，他们赚的这一点小钱早晚会被上层收割回去。自以为看破了走势，自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机会，自以为眼力毒辣，实际上只是上层人的诱饵，目的是让你陷得更深。中层人做事讲究规则，遵循世道，说的是看清游戏规则，跟着游戏规则出牌。所谓世道，就是当下最大的利益池，能遵循世道生存的人，已然超过了80%以上的人。3、上层人做局，遵循的是天道，讲究的是模式。所谓天道，一定与人性相关。在天道人性之后，讲究模式，实际是用一种设计好的程序把人都装进去。至于怎么装进去，不同的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。比如上述案例中的汉武帝就是利用了人性来做局，来引发诸侯王内部的矛盾，制造混乱。他们做不到铁板一块，无法一致对外，就可以逐个击破，更容易控制，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。其实所有做局的目的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让更多的人根据设计好的路线进入一个状态，欲罢不能。举个例子，楚门的世界中，楚门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被人精心设计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他不知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主要有2点原因：一、力驱动人性，所有人都为了利益，再配合楚门的演出，一起来欺骗他。这就好比做局者塑造了一个世界，其中所有人都是托，只有你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，身在局中不知局，这才是做局者的厉害之处。
2剧本模式，做局的人把每一个环节都算好了，在哪个环节要发生什么，谁来做，下一环节该如何进入，谁来引导等等，全都有剧本有安排。这些细节上的东西全都根据人性和规律编排好了，一切所发生的事件全都顺理成章。因此局中人往往很难感受到自己中套了。要想破局，一定要清楚以下2大要素：一、此局的迷障或者命门在哪里，是什么迷障让你入了局；2、破局之后你的退路在哪里。如果你能把这2点搞清楚，那么破局其实也并不难。总而言之，上中下3个阶层，不同的人所作所为必然不同。记住，下层做事，中层做人，上层才是做局。总的来说，无论你是在做事，还是在和人打交道，或者是在制定策略，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学习和提升自我的过程。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，我们不仅需要扎实的技术，还需要懂得如何和人沟通交往，以及如何理解和运用人性。无论我们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，我们都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世界，以包容的心去接纳生活，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挑战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和角色，我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打破层次的束缚，提升自我价值。这种提升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提升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实现都会有所提升。所以，无论是做事、做人还是做局，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学习、发展的过程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世界，更好地适应社会，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前进，一起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做好自己的人，做好自己的局。愿你我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发挥出自己的价值，都能收获满满的喜悦和成就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